好，欢迎大家。我们现在看的话题是：你想的这个人，他对我是朋友向的喜欢，还是浪漫爱向的喜欢？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好，这是三组指示牌卡。我们的问题是：你想的这个人，他对你是，浪漫爱向的喜欢，还只是朋友的喜欢？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三组指示牌卡。好，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一组吧。嗯，第一张是圣杯二的逆位，第二张是世界的逆位，第三张是宝剑七。好，好，然后我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好，我可以先讲，我有个好的，好了，爆言。我也有个爆言，我们不会是一个爆言吧？你先讲，你先讲。啊，我觉得，我先讲我的结论哦，就是第一嗯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他对你有一点喜欢，但是不够到，呃，就是真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恋人的那种喜欢，我觉得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吧的这种喜欢，然后呢。我觉得后面两张牌，我觉得第一张牌是揭示了这个结果，后面两张牌，我觉得是揭示了原因，就是甚至我觉得世界逆位其实也揭示了他还没有到就是恋人，或者是说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女女男男这种亲密关系的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自己的功课，或者是说之前的关系没有结束，因为毕竟最后有一张宝剑七嘛，我觉得宝剑七加圣杯二逆位就是有一点偷偷喜欢，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你知道，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公开。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可能是一个朋友圈子里的人，就一起玩的人，或者是说你们现实生活中是有一些共同的连接的，包括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一起做项目啊，甲乙方啊，或者学校里面一个学生会社团啊之类的。然后他不能把这种喜欢告诉你，或者在他自己心里也不能让这种喜欢升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之前的关系没有处理完，或者是他现在在关系里面，或者他也有比如说在互相认识 dating 的人，然后那段关系应该是也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稳定，或者是说要往下一步的阶段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对你的喜欢上升到一个很认真的，或者是说去公开的一个阶段，只能把这个有一点好感吧，我觉得是有悸动的，然后把这个悸动给放在心里，这是我的一嗯。个想法。哦，我觉得我很认同晶晶老师讲的那个"偷偷的喜欢"这个词。对，你想的这个人，一定是我的结论是他一定是那种浪漫爱向的喜欢的，肯定不只是朋友。因为这边出现了圣杯二，哪怕他是逆位的状态，我觉得也一定是喜欢的，而且是那种更隐秘的、更占有欲更强的那种喜欢。然后以及这边又有一个世界的逆位，就这两张牌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我甚至觉得你应该能感受到，你应该能感受到那个嗯他对你的喜欢，以及你应该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两个应该是那种心知肚明的两个人，双向都有一点好感这个样子，而且你们俩的之间那种化学反应应该是那种只有你们两个知道这种感觉，就可能外人就是有的时候会不明白你们两个
就是在笑什么或者是在聊什么，但是你们两个就完全能 get 嗯到对方的点这个样子，对。然后以及后面有一个保健期，我的爆言呢是可能就是你们可能两个人都身处一段关系，或者说某一个人身处在一段关系，就感觉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进入一段真正开启亲密关系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你们两个都或者是其中一方背负着点什么，哪怕不是在一段关系里，可能也是因为中间有这样事件的逆位，你可能会有一些世俗上的压力，比如说你可能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没有特别稳定，不适合开启一段感情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世界的逆位，它其实是有点害怕去把你们的关系推进成一个新的阶段的。就是我觉得是感情方面的浓度应该是到了，但可能真正要考虑到落地这方面，他可能看到了诸多的限制，所以他决定还是把这份喜欢就是留在现在这个状态就好了。对，所以我会觉得，而且这个保健期，我有一个想法是，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喜欢没有办法公诸于众，是偷偷喜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承担了很多，因为这样保健期，他本人有点像孤军奋战的感觉嘛，可能他没有得到身边人的支持，或者是没有他觉得没有得到你的支持，他可能觉得自己在苦苦支撑。那如果只是自己一方面想要推动的话，他会觉得很难，所以他宁愿就是说还是停留在现阶段这个样子。这是他在考量了他自己的综合的生活状态，人生阶段状态，然后得到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结论吧，就是说就把这个喜欢留在现有的阶段就好，先不要再往下推进下去。对，这是我看到的。然后以及圣杯二的逆位，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应该还蛮喜欢你的，就哪怕他是那种偷偷藏在心里的喜欢，他这个浓度也应该是很高的这个样子。这边是我的想法，晶晶老师还有补充吗？嗯，我没有了。我也觉得是这牌还挺明显的，就是毕竟洗牌是圣杯二逆位嘛，但的确，嗯世界逆位，我觉得就是有上一段功课还没做完，所以嗯没有办法。好嗯，的。行，那我们第一组就解到这里了，希望给大家一点启发。然后我们直接来看第二组吧。嗯。好，第二组我们抽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小海鸥，然后这边抽到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圣杯六的正位、审判的正位，还有一张皇后的逆位。我反而觉得这组牌我还真有一点嗯，拿不准。我可以先讲，我先那嗯你先讲。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有浪漫向的喜欢的啊。我会有这个感觉，因为这边是有那个皇后和圣杯六这两张牌，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尤其是皇后吧，因为皇后她本身是有金星的符号在嘛，我觉得她其实是你想的这个人很享受和你的关系。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的模式应该是有点像圣杯六牌里的这个样子，就是一方会更多的去照顾另一方，啊、然后就是一方心甘情愿的去付出，另一方心甘情愿接受，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有年龄差，或者是社会阅历上有一些差异，就可能一个人入社会比较早，另一个人可能还是初入社会的小白这个样子，就是你们俩之间应该是有一个 gap 在的，不管是年纪也好，社会阅历也好，还是生活经验也好，等等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你们的感情。其实还挺纯真的，但是，呃，我觉得既然你问这个问题，应该是你不确定嘛？你不确定他对你的这种照顾到底是，对所有人都这么照顾，还是说，他只对你这样照顾，或者是说你不确定他只是接受你的照顾，还是说他接受所有人的照顾？就不管你们两个谁是那个照顾者，谁是那个被照顾者，因为我觉得后面是有一个很享受的这种皇后的逆位在的，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是只享受和你这样的互动。对，如果是只享受和你这样的互动的话，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是一种
浪漫爱向的喜欢啊。然后以及中间有一个审判，审判我也会觉得他其实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感情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一般人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模糊嘛，就是连他自己也不确定他对你到底是朋友的喜欢还是亲密关系的喜欢。但是这边又有一个审判在，我觉得这个人脑子应该还是蛮清晰的，就是他十分的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对，那只不过说，如果你觉得模糊，是因为他可能更多的只是享受你们现在当下的互动，他没有说，要真的去做点什么。因为这边有一个皇后的逆位，我会觉得你想的那个人应该是受照顾多一点的，因为皇后的逆位给我一种就是很慵懒、很被动的感觉。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方应该是那个被照顾的人，他就是很享受被你滋养的这个状态。对，这边是我大概的看到的一个可能性，我的想法。嗯，好的。我其实，呃，为什么说我看这组牌有点犹豫呢？我嗯会可以先说我的感受，我觉得他肯定是喜欢你这个人，但是呢，这个喜欢是你是说浪漫爱那种喜欢呢？我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我从牌面上看的没有那么准确，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就像佐助老师说，皇后无论逆位正位吧，她对你这个人本人应该是很欣赏的，就是因为有金星嘛。我觉得甚至觉得她觉得你挺美的，或者是说你是长在，或者你整个人的气质，或者是那种稍微慵懒一点的感觉，是在她的这个审美点上的。但是我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确定是不是浪漫爱的喜欢，其实反而是出在了圣杯六这张牌上。我会觉得这张牌它的确挺怎么说？我会觉得有一种纯真的感觉，这种纯真也有可能是你们相识于微时，然后你们是比如说初代职场同事、原生同事这种感觉，然后你们一起去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见证了各自双方的成长，也经历过了就是见证过了各自双方，比如说人生的很多节点，但是你们依然保留着这一份就是最开始认识的时候的纯真的感情。我觉得这份情谊对他而言，首先他是很珍惜的，所以无论他对你是不是浪漫爱的喜欢，我觉得你至少在他心中是有一份非常单纯的想念和喜爱的。就是我看这两张牌，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想这个人是你的初恋。如嗯果是初恋或者前任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有那种感情的，但是的确我看中间的这张审判嘛，你们其实各自都经历了人生，或者你们一起经历了对方人生中的那种就是跨越的一些门槛，或者是说大家现在走到了人生要往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时刻但是你们现在还在不在对方的，比如说人生的规划里，或者是说人生的坐标里面呢？我觉得不一定。但无论你们在不在对方的这个坐标里他对你的欣赏和喜爱是有的，但是这一份感情，我觉得要转化成浪漫爱的感情，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苗头，或者说你们就是得双方都要付出很强的行动力和主动力。但是在这个牌里面，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两方很强的说要把这份感情转化为浪漫爱的关系的这种，反而还是一种共同陪伴、共同成长，然后共同去经历各自人生中。的那种时时刻刻，我觉得还挺妙的，就是可能就刚那句话嘛，就是共同经历各自人生中，其实就是更像朋友、很老友间的这种陪伴，然后你们都很珍惜对方，就是认识对方或者就相识于微时的这种情谊，然后如果对方有困难的话，那肯定会出手相助。然后你们就是双方，我感觉对对方都是有那种觉得这个人很好，挺喜欢他的，他在外人面前肯定也是别人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你们双方要把这种感情变成浪漫爱的话，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太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嗯。嗯，其实我觉得晶晶老师描述那种爱的那种感觉，我是很认同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会对浪漫爱的定义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会觉得就是刚刚晶晶老师讲的那些，对我来讲就是浪漫爱了。只不过我非常同意的一点是，你们可能嗯还没有办法开启一段新的关系，就是中间这张审判嘛，我会觉得审判很有意思。
它那个旗帜上有个十字路口的感觉吧。我会觉得，就像金英老师讲的，你们两个可能各自都在经历人生一个比较重大的阶段，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身上会有更重要的课题去做，所以可能这个感情更多的是滋养彼此，而不是说真的把它变成一个承诺，然后去开启一段关系。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好，嗯，是那的，第二组我们就解到这里，然后希望对你们有点启发。好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组吧。好的。嗯，好，然后第三组的话，你们抽到的指示牌卡是这一张，然后你们抽到的塔罗牌分别是一张，宝剑六的逆位，一张权杖女皇的逆位，还有一张星币七的正位。我会有一个，也不能算爆言吧，一个想法，一个想法，一个背那景的要不，可能性。我先讲一下我这个你想法，先讲。可以吗？行行，你先讲，看你忍不住了。我觉得是前任吗？还是就是稍微试探过的？因为我感觉这边有个星币七，哎，就是对方更多是在打量，而且前面有一个那个宝剑六，宝剑六也给我一种那个什么，就是千帆驶过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之间好像不是那种初期的暧昧拉扯的状态，更多的是已经经历了蛮多的，就是两个人一起经历蛮多的，然后对彼此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然后这个时候，对方对你的感情，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中间有一个权杖女皇的逆位。其实权杖女皇的地位有点熄火的感觉，就是我是结合旁边这两张牌看，对，所以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过去他可能对你有那种权杖所谓的激情热情在，但是此刻这个阶段，他对你的感情其实是有点慢慢的在收缩的这种感觉，以及他开始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审视你们的感情，就是或者是说他对你的喜欢，可能他之前投入了比较多，或者是真的你们之间试过什么，然后没有 work out，然后现在他可能就会觉得是说，那我还要继续投入吗？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他对你的感情是朋友的喜欢还是浪漫爱的喜欢呢？哇，这个很，我都不知道这要怎么定义了，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在打量他自己的感情。嗯，我觉得应该是过去有浪漫爱的喜欢，但是他现在在在用理性的方式去判断那的喜欢，然后以及把这个喜欢慢慢的往下放的感觉。对，我整个是这个感觉，因为感觉对方就像我刚刚前面讲那个宝剑六的逆位，我会觉得之前经历过什么，他可能是有点受伤，或者是他需要时间来成为他的一个过渡期，他要慢慢的去疗愈自己，或者是就是去接纳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他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以及现在这个星币期，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开始审视各种各样可能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的家庭背景，然后物质基础等等等等，这些到底合不合适，甚至是说我们到底，在不在一个城市，异地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在？我觉得当他想了这么多之后，他才变成一个权杖女皇，他才觉得是说好像没有特别的合适，如果考虑现实这些因素，所以他的这种喜欢可能是火苗是在慢慢的萎缩的一个状态。对，这是我的想法。那听听金金老师的想法吧。嗯，好的。其实我跟左茹老师的想法很像诶。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三张牌里什么元素都有了，就是没有圣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区别还蛮明显的，是上两组牌，我们之所以就是感受还挺深刻的，都是有出圣杯牌，而且那两张圣杯牌其实都是跟关系有关的嘛，无论是圣杯二还是圣杯六。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刚刚佐助老师说的一句话，我还挺有感觉的，就是他像是在打量自己对你的感情，就好像你来看这个问题，结果他问到他心坎里了，结果他也在看这个问题，就是这张 CP7就是还挺传神的，而且。
因为我觉得宝剑六这2张牌是背对画面的嘛，又是一个逆位，他现在的确是有点回避，就是回避你问的这个问题，他自己有点回避，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也有点回避你，所以无论是星币七还是宝剑六，整体都呈现出一种他不动。然后他也不看你，然后他也点回避你，然后回避你们的感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中间一张权杖皇后，无论是他自己对这段感情的把握，还是说他对你的感受，我觉得他星币七权杖皇后加宝剑六逆位的这个能量流，就是他有一点握不住的感觉。就是他现在看啊，手中的咱们过去的这些东西，他感觉就是哎呀握不住。然后你说我要扬了他吗？他也没有这个动作。但是你说他要再怎么去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固定下来，或者是说去把这个东西给固定下来，或者是说更进一步呢？他更没有，他是有一点没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的确是谈不上他到底是喜欢你还是只是喜欢跟你玩儿。我觉得他的感受其实挺复杂的，没有前2组那么轻盈。他其实都没有在考虑，我觉得他不是在考虑感情，我觉得他是在考虑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好，我今天说我真的确定我是喜欢你的，那然后呢？我应该怎么做吗？我没有任何前进或者后退的任何的办法，没有什么办法去回应对你的这份感情，所以他现在是整体是很逃避，很逃避你，也很逃避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我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三张牌里看不太到他的心。如果是有，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心对你心动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因为这3张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怎么说一些，你说逃避也是一种很激烈的能量吧，因为他就咱们从人性上来讲，因为心动了，所以才想要逃避嘛。那你说有没有心动？我觉得是有的，只是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命里的排序，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高。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嗯，好，那我这边也没有别的补充了，我们第3组就看到这里了，希望你们有点启发。嗯。